来这一集来讨论 SMC 订单流聪明钱，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交易法则？在开始讨论之前，我用30秒时间，坦白跟你说一件事。第一，因为有人留言在问，可不可以讲一下关于 SMC 这种交易法？当我看到的时候，首先我并不了解什么是 SMC，是真不知道，所以我不希望去欺骗你，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至少有20年以上的时间，我从来不再看过任何的一本书，甚至于有任何人跟我在讨论这种什么交易法，我从来也不会去跟人家讨论，所以我是真不知道。因为这种 SMC 呢，跟这种所谓均线啊、MACD、RSI 其他的其实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是近期在这几年，反正突然之间出现的啊。那当然我也去看了因为我也好奇，这是什么东西？那我大概花了大概15分钟，我大概看了一下。好了，那既然要讲呢，我现在坦白跟你讲，就是说我只是用我的看法，也许是偏见，可能很多人不认同，但是没有办法我不会去为了去捧这种任何的交易法，什么什么任何的啦，这个包含什么冠军，什么交易冠军一个月赚多少亿的那一种，我不会去拍这种马屁。我是客观依我的看法来看这个，然后呢，你可以不认同我的看法。你如果是这种交易法的信仰者，当然我没有意见，你可以离开因为本来就这样了这种东西就是说，既然要讲，你到底是要让我照本宣科，照着人家这个课本上或者这种收费的课程上面讲的，还是网络上讲的，拿出来再跟你讲一遍？如果是要这样，那其余的你就直接去看其他视频。你就可以了看我这种牛军开门，其实你得不到你想要的啦，真得不到。100个人来看，能留下来2个，大概已经是极限了，这是事实。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交易法，这个名称我也不再去解释，因为这个我讲过了从以前我就跟你讲过，所有的股票的交易全部都是英文翻译过来，所以全部都是翻译的，所以你也不要再去讨论那原文叫什么，因为有够无聊，什么均线什么都不要你只要知道大概就可以了因为我跟你绕那些其实是很没意义的。再来也不要讲故事，不要去扯什么作者，然后这个交易法人家赚了多少钱。到底是真的跟假的，你也不晓得所以这个也不是重点，我们就直接来看他到底在讲什么。首先，第一个，这里有写这是都市传说，这不是我的说法看视频要看清楚不要误以为这是我在教你，我没有教你我先为了跟你讨论，所以先看一下到底人家怎么讲，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看法到底哪里有问题？那你要举证，就这样不要从头捧到尾，那个没有意义啊。那一种你捧不完那个每周给你一个新的交易法，那个讲1年，你大概学了大概至少10种以上。首先，在这里面有讲到所谓的订单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概什么解释啦？因为它原文是英文。那我再强调一次，我不会跟你这么扯英文，因为没意义。我们不是来上英文课那你也没必要去考说到底这个牛津到底英文程度好不好？那个也不是你要的。所以为什么我很少跟你这么扯英文？除非有必要不然我不会跟你扯那些，因为没有必要。讲中文就讲中文不要那么扯英文。第一。订单块它跟你定义了，大概就是这样价格大幅上涨，突破结构，我这里有备注颜色突破结构前的最后一根红 K 线，或者大幅下跌，跌破前结构这个最后一根绿的 K 线。最后呢，还有一个机构建仓的成本区，这就是订单块。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翻译过来。
再来，当然哦，现在我在讲这个哦，首先我会把听的人、看的人分成2个部分。有一种人呢，至少每天至少有将近一半的人，我后来观察哦，这2个月下来，有一半的人，他根本就是之前其实就第一次来啦。那你第一次来，表示你之前我们讲过的你没看过，所以我会把我在讲的视频，我会分成对2种人讲。这首先你要知道哦，否则你会混在一起啊，你会听错啊。就有2种人，第一，你可能就是第一次看到；另外一种人可能昨天看到、前天看到，至少你看过了哈。来，那么这里在讲就是说。机构主力的角度，在看待市场呢，在传统的技术分析里面的观点来看，把市场简单区分为买方跟卖方。传统就是我们曾经讲过哦，就是股票买卖就是供给跟需求，这个是经济学里面的。那这个也没什么好扯的啦，再扯下去跟你买股票会不会赚钱，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来，以订单流。这是新的名词哦，订单流、订单块，这个是一个新的名词。我再强调一次哦，其实在之前很多这个案例在讲的时候，我都有跟你讲过哦。这个30年来，很多写书的人，包含开课收费的人，他会去改变很多名称名词。最简单的包含波浪理论。包含什么开盘8法，这一大堆啦，你扯不完，好吧？所以这个其实意思也是一样，所以你不要一下子就认为这个东西，你把它当成圣旨一样去看，千万不要，所有东西你都不要这样看，你就客观去看就好，好吗？麻烦你，好吗？因为我既然要录这个视频，我就不希望我浪费时间，同时我也不希望说你看完这个视频，我再浪费你的时间。这是我的原则。至于有多少人看，其实不重要，因为那个随缘，好吗？这个就随缘啦。有100个跟1000个，其实都不重要。对你100个人，只要对2个人，大概我看过了，比例大概就100个人看，大概2个人有帮助，这样就可以了，够了。因为那个大概比例就这样，不会更高了啦。你不会觉得说有100个人看，然后可以帮助到50个人，可以拯救这一群散户，你想太多了。那你至于你是要站在那2%还是98%，那就是你的问题，那不是我的问题。我只是把我所认知的东西用我的方式表达给你，你认不认同那是你的事。你不认同你可以骂我，我也没差啊，这个都不是我的问题啦。再来，把市场区分为买方卖方啦，这个供给需求概念，这个都是废话一篇，好吗？再来。以订单流的观点来看，把市场区分为聪明的钱。所以呢，为什么标题有聪明钱？因为最近在流行这个还有投机的钱，这都是新的名词啊，这以前没有这个名词哦，以前都没有。当然，你以前没看过我们的视频，你会完全不太清楚到底这怎么一回事，你是真不知道。首先，第一。这个 SMC 呢，被定义为新兴流派的技术分析。那么它重点它有一个主轴，教你如何去判别主力的陷阱。关于所谓的主力陷阱，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什么？就是主力在诱骗你，对吧？有没有听过？陷阱、诱骗等于空头陷阱、多头陷阱。这个一大堆人在讲啊，这早年就有了。这个我曾经跟你解释过，到底有没有所谓的陷阱？事实上是没有，怪事了。所有人都跟你讲有所谓的主力陷阱，为什么我跟你讲没有？等一下我会跟你解释啊，我再重复解释一遍。我们接着看哦，所谓的聪明钱怎么解释呢？一般被认为是银行啦、机构啦掌握第一手消息啊，所以可以先知先觉。那么他们做的交易决策跟散户就不一样。那散户呢，就是白痴，懂吗？
这意思不是在告诉你，你散户就是你没有讯息，你没有消息，你都慢人一手，所以这一类的优势呢，对散户来讲是没有的。讲到这里，我先跟你讲啊，这个 SMC 交易法，其实它在当初，它是一个课程，知道吗？大概花个$1000，你可以买这个课程去上课。当然，网络就可以买到这个课程，$1000的。到底它这个值不值得？我们先不讨论了啊，不讨论。因为既然它是一个生意，那么就有所谓生意，你一定要传销，就是推销、包装，否则你这个生意怎么做？谁跟你买这个课程？所以接下来就是这种所谓的，如果有人赚钱，你才会去学吧，你才会花钱。那至于赚钱的人是真赚还是假赚，这个就不重要，这个没有答案的，所以也不重要。我们来看它的内容就好。但是我已经提醒你哦，这个很早以前我就跟你讲过，这种事哦，这几十年来都是这样，你去到哪都一样，都一样。你看不到它的本质，那么你只能被当成什么？你只能被当成韭菜在那里耍，就这样。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就坦白跟你讲，这个 SMC 一开始，这个有人留言在跟我讲说，可不可以讲一讲？其实我真不知道什么是 SMC， 所以我去查了一下，看了一下之后，我其实花不到20分钟。我其实只是感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交流。我看完之后，大概知道他在干嘛。那我用我的观念跟你讲一次。那我相信我的观念跟所有你看到在跟你讲 SMC 全部都不一样，全部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就跟你提醒哦，看到一半，你如果不接受，赶快离开哦，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因为我跟你讲的是实话，我不会因为去拿出任何的交易法，然后为了教你一个方法，然后呢每周教你一个方法，或者每个月教你一个方法，然后我就怎么样站在这个都是对的，都没有问题哦，我也不会这样，因为没有必要，因为帮不到你的，害到你的事我也不会做。对我来讲，这人生这样太没意义啦。这个有没有人看是一回事啊，这有没有人看根本就不是重点。100个跟10000个是不是重点？事实上，它不是重点。我们再看啊，这个订单流又是什么东西？订单流什么东西？这早年哪有这种名词？根本就没有，所以我才跟你强调，这是翻译过来的。所以你不要被这些文字在那边搞得一团乱，你还在那边背，在那边记什么英文，然后翻译过来什么中文，什么意思？我只能说啊，不要这样去搞这些东西啦，这样搞下去，你不要说你搞3年，你搞10年都搞不通。这种事啊，至少20年前就有人这样搞了，搞到20年后呢，结论就零，两手空空，这就是结论，好吧？去找一下，如果有认识这种人，就问一下，他就会告诉你为什么。再来，订单流的角度来看哦，这价格是由聪明钱，你看哦，又来了，这关键字哦。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要关键字，你不打聪明钱，没人看，知道吗？这视频不会有人看的啊 ，SMC 可能有人看啊，你写别的没人看啊，因为没人知道。聪明钱所推动的，聪明钱就好比脚踏车什么东西啦，这扯半天了，扯到最后，我们看结论啊，这中间不重要啊，那怎么比喻不是重点，你不要被包装所欺骗，这才是重点。结论就是聪明钱的意图，意思是什么？到底聪明钱是什么？反正呢，总而言之啊，一般的人，韭菜啦，就是散户就是笨，就这样。再来，我们直接来看啊，这里面有几个核心术语。你要花很多时间哦，先去认识什么叫订单流，什么叫市场结构，什么叫做结构突破，什么叫结构突破再转变。再来，还有流动性词，订单快，这订单流还有订单快，这个还有破坏快哦，私人快，私人区，为什么会这样啊？请问为什么2468 8个这些名词？
你去找这个视频，在油管上面哦，其实这个视频也不算多哦，不多啦。我所谓的不多呢，至少不会超过30个视频，你就看前面大概5个就可以了啦。我问你啊、为什么这么多名词？为什么？首先，这曾经我讲过，如果你不把旧的东西改变这些名称名词，你怎么卖课程呢？请问你怎么卖？你有没有你没有新创，你没有创意，你拿10年前的东西来讲，谁跟你花钱花1000块美金买这个课程？这你要理解哈，这是第一个。所以为什么我不跟你拿英文在那边翻译，浪费时间？讲个5分钟就一集，然后把这个什么 SMC 搞成10集，那个是在干嘛？如果这种东西其实不用那么久啦，一集就讲完了，结论就讲完就好了。为什么搞那么多，浪费你的时间？再来看看右边这张图，这核心在跟你讲啊，这个叫多头趋势，这个叫空头趋势这个叫震荡趋势。看到这个，我们来看震荡趋势我有没有讲过？只要跟你提到震荡，那就有问题，就这样，不用看了。如果你这个基础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会相信因为多头倒没有问题，空头也不会有问题，震荡整理也不会有问题，所以你什么都没问题，所以你会继续看下去，所以你的人生就浪费在这种上面没办法。再来，最后我会跟你结论的，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不会做这种事啦，那太无聊了。我又不是立法院，我干嘛为了反对你而反对？ SMC 交易法再来看SMC 不依照什么？注意看它不依照传统的指标做决策，也不依照什么形态。什么叫形态？就是什么 M 头 W 底这种叫形态，什么123法则这个叫形态，指标 MACD RSI 什么均线这个都叫指标，他都不要，他只看 K 线，厉害吧？好吧，那我们就看看他在乎的东西是哪里存在的订单可以加以吸收，为我所用。哇，这个看起来很像孙子兵法所以你不要误解这个美国人他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到这里你一定要知道所以做生意要成功，你首先要懂孙子兵法你不晓得怎么营销怎么包装，你是赚不到钱的。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订单呢？答案就是散户的止损订单，在 SMC 的概念里面又称为什么？流动性。所以这个2个一样。什么叫流动性？你这边绕半天，这边翻译翻来翻去。以前我是不是跟你讲过，一个行情只有一个东西，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庄家怎么样，那可能庄家为了要欺骗散户做了什么事，对吧？然后呢，散户又怎么样，你讲那一堆有什么用？不要扯那些扯那些都没有用。我跟你举例过什么？在历史上你不要讲平常的行情，别扯了啦。我为了跟你讲 SMC 交易法怎么样，你看有用，那么我可以专门去找到这种行情给你看。所有跟你讲交易法都这样你怎么知道他拿出来的行情是什么时间的？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从头到尾在跟你讲所有的交易的方法，我拿的绝对是现在，2个月前拿出来就当时，现在2个月后拿出来，昨天也是拿现在的。为什么？因为我只是要告诉你，能用现在就能用不能用你现在也不能用你不要专门去找一个来跟我解释，懂吗？你要骗谁？那个就是在骗什么？那就是在骗，知道吗？你要看懂。直接拿现在出来讲，你不要拿以前的。再来，什么叫流动性？这个已经开始进入一种专业的名称，你要去认知，你要去记，否则那8个名词你没记，你怎么看懂？那你真的要记吗？其实不需要在教你那些名词的人，你就要小心了。为什么？换汤不换药的东西，你跟我讲那么多，越讲越多，越讲越复杂。为什么？因为连他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首先，所谓的流动性，我们以前解释过。这个如果是一个行情这样走，我现在简单跟你讲，这样下来，这样上去，基本的教学没看过，那也就算了，好吧？
看过人大概可以理解什么叫流动性。我再解释一次，这个行情哦，这里低点在这里，对吧？这是这样涨。那如果有一天跌破这个低点了，那什么意思？我曾经跟你解释过哦，你不要一直在认为是不是庄家主力在干嘛，要把你清出去，跟你作对，不是，根本就不是。你不要在那边好像看到黑影就开枪，永远都假设什么机构、什么庄家、什么鲸鱼，永远都跟你作对。所有在跟你讲机构、庄家这些东西的，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等一下后面我会一一再跟你解释一遍。我们先来看我刚刚画这个，来这样下来，跌破前面的低点会有什么事？第一件事，这里肯定有人买，也有人因为这个下跌觉得前方有支撑，所以他也会在靠近的时候进去买。那么请问它的止损会放在哪里呢？当然是这个前面低点的下方，对不对？那么这个行情如果跌下来，它会打到什么？那个叫打到止损。以前早年叫做打止损，现在给你一个新的名称叫流动性。为什么叫流动性？因为他买了，他会挂止损单在这里，止损会先挂进去。在行情上面，你会看到那个报价有挂什么？这里买，这里买，所以你下方要挂什么单？卖出。你要挂的是卖出的单，挂出来才算。没挂的，你怎么知道人家到底要进场买还空？你不知道，主力也不知道，都不知道。谁能猜到你到底等一下这个跌下去，你要不要进来买，还是要接着空？不知道啦。挂进去的才算。也就是说，挂在这里，挂在这个交易所上面的，挂出来的这个挂单，这个才算。那挂出来，这个打下去哦，打穿这个低点，那你要不要止损？你已经挂在那里了，所以你本来买是不是要卖？你是不是要卖？你接着你要止损就要卖。那你真的以为哦，这个机构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价格来到这里，所以故意把它空下去吗？你是机构，你会这样做吗？你有这么呆吗？肯定不是，你不要想，绝对不是，一定是在上面空的。空下去之后，它接下来它是不是要平仓？它要平仓的，它平仓，它一定要买。那你在这里买的人，你是不是要反手去卖给这个上面空的人？上面空的人难道都是机构吗？当然不是吧。所以我只跟你讲，所谓的这个在这里讲的流动性，它指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破低点或者创新高那个时候，当下有挂的那些单，那个叫为什么它翻译叫流动？因为你挂出来，我卖出去或者我进场去买，它才有办法交换。我本来放空，你买，结果我打下去，你错了，你打下去你错了，你止损，那你止损你会被迫干嘛？卖，你要被迫卖，你本来在这里买，你的止损是不是要卖？那我在这里空的人，我下来我要获利平仓，是不是要有人卖给我？所以你已经挂在这里，所以我打下去变成我们就有怎么样可以成交？那是成交，就是一种什么流动，就是一种买卖供需的问题，就这样。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这样，所以有必要再把它搞成什么叫流动性吗？其实不必要哦。你如果在股票市场真的研究久了，你就知道。再来，我后来查了，也看到无聊一件事。再来看一下、这个淘宝，在卖这个课程 SMC 多少钱呢？我是没有真的进去看啊，他写1块钱人民币。那这个有人买哦，这个真有人买哦。但是这个人不太会做生意，这个是顺便看到了，跟你拿出来讲一下。这个好评100%啊，其实他只有一个人，浏览次数0。
哦，他跟你讲说哦，这个不错哦，这个花1块钱买这个、特别权，老板什么资料都能给你找到哦，闭眼冲，家人们可以，他还用繁体字哎，有没有注意到？当然这个就不讨论了，我只是跟你讲啊，这个课本来$1000，被你搞到剩$1，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个没有你想那么复杂、再来，我们再看啊、这个所谓的订单块，来，我们开始讲到重点了、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啊？标记出聪明钱买入和卖出的点位，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反过来讲，用人话讲，这人话、有一句话叫做，在《孙子兵法》跟你讲，你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百战百胜啊。那这个呢，看起来是要知彼，这句话是知彼，知道你的敌人在干嘛。你的敌人就是赢你那个，就是有钱人机构叫聪明钱，他在哪里买入，他在哪里卖出的点位，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一件事其实它出发点的核心就是出发于这里。那我曾经跟你讲过，你去研究别人在干嘛，那到底你在干嘛？你要先知彼。你如果连你自己要干嘛都不知道，你去研究别人干嘛？你怎么研究？你的所谓你的敌人，你的别人到底是谁？你都不知道、这一句话有空去想一想哦，否则《孙子兵法》这个不是美国人写的哈，那你读中文的人，你连《孙子兵法》最简单这句话你都搞不清楚，你还在搞这个交易，你不是找死吗？再来，那我们看看到底这个在讲什么？好了，我们讲重点，接下来都重点了啊。那么扯淡的我也不跟你扯了。再来，这个行情你看这样跌下来，反弹，再来跌下来，再来再反弹。好了，看这里第一个动作，跌破前低，前低指的就这里。这里这没那么复杂啦，所以我跟你讲，那英文也别看了啦，你看那个英文干嘛？你真的有那种闲工夫，你就好好去读英文别读这种英文。这里是不是前低？所谓的前低就是前面这样跌，突然之间跌破前低之后，看到了跌破前低，跌破前低，再来反弹，再涨过前高，前高就这里啊，知道吗？前低既然是这里，前高就是这里。涨超过了再来了第三个动作，再跌回来，你要注意这个第三个动作就是跌破前低这个 K 线在这里，因为这个图我随便印的我也没很认真去印因为这个我觉得不必要花那么多时间。这个 K 线他还跟你讲这个 K 线可能有上，我画好一点来看这个看懂之后你就知道了最后我一定会给你结论，你放心好了。那这个结论呢，你会发现这结论我早就跟你讲过只是可能你没注意。这里这个有上下影线，有实体的部分，那么通常会跟你讲，来你要看哪里，不要看这个低点这个影线下面不要，就这个实体的部分。那么这根实体原则上肯定是绿的，因为它这个往下跌破这个前面的低点，所以这根绿的实体大概就这个范围。再来，这跌回来呢，大概进入到或者靠近这个前面 K 线跌破 K 线跌破前低的这根 K 线，指的就这个绿的那它的实体就这个范围，这个区间为买，记住他还讲这件事，趋势我再讲一次从上方一直跌，一直跌到某一天突破你的前高，突破你的前高之后，你就要注意了注意突破前高才来注意。那么接下来再跌下来，回到你前面这个跌破前低的这个 K 线的实体的部分，那么你要准备进场做多。那有时候这个当然有一半以上都错的啦，这个你都不用怀疑，任何技术分析都这样，我早就跟你讲过了。你如果没有弄清楚它的根本原理，那你不管怎么样都有一半都错的。所以呢，就有聪明的人，更聪明的人就想说，那么我要如何来判断呢？我如果进去买会比较合适，它不会继续跌，它也许可以反弹，但是呢再跌下去可以为什么不行？那么通常是这样那你这个怎么去判断呢？
都已经跟你讲这根 K 线跌进来你就买了，为什么还要再加一个条件呢？就是不确定嘛。那加什么条件？原则上通常就是再把费氏先生拿出来，对吧？救援。我们在昨天提到的这个 MACD 跟均线，是不是也一开始就跟你讲到？有人在讲均线，有人在讲这一些交易的任何的什么 Vega 的什么轨道交易法，都把这个费氏先生拿出来，在那么0.5、0.618，只要拿出这个，我就跟你讲了，这个就是在包装，你就要小心谨慎啊，因为真正的交易需不需要这个？不需要。那只要再拿出来，肯定它就是有问题。如果你到门口看不见、看不清，那你就继续研究，后面发现也不迟。所以有人就跟你讲啊，这个拉回的这个幅度，从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这里反弹哦，从高到低，这个幅度反弹回来，但原则上大概0.5或者0.618，大概这个附近，你就可以进去买。那么风险要摆在哪里？要么就摆在这个 K 线实体 K 线的下方，不然就摆在这个前面最低点的下方，因为这个有下影线，所以有时候这个叫做插针。插针这个名词早年也没有，这是最近几年因为数字货币的问题跑出来，有人讲插针。所谓的股票跳水，早年也不会有这个名称名词，那是后来才跑出来有所谓股票在跳水，本来都没有，好吗？所以你也不要以为这个都是自古以来就有，没有。所以你的止损可以放这里，也可以放这里，放哪里不重要。我们要讨论不是它止损跟它的获利比例，不是，还不需要讨论到那个什么你的赚赔比，不需要啦，不需要。